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少有人信命，不过是时候在无聊的情况下也喜欢看一看自己的运势。今天大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通过握拳看自己的运势吧。一、握拳后侧面有几条线看命运。一条线，聪明醇厚，为人善良，意志坚定，他们命中带财，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运势开拓比较迟，一般到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这时候不仅有正财收入，更有横财进账。这样的性格善良和顺，比较外向，同时不喜欢和别人争夺，淡泊名利，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下段的累积，注定富贵殷实，事业开始转好，顺顺利利，财旺家旺，一家人其乐融融，有福分，生活惬意，晚年更是轻松舒适，延绵长寿。两条线，一般富于正义感，讲义气，重人情道义，做事全力以赴，豪爽勇敢，见义勇为，谨慎小心，守本分，谦虚忠心，生性淳朴正直，诚实友善，为人忠实可靠，富同情心，个性坦白无心机，直觉锐利，为人忠诚，颇爱主持公道，很受人尊敬，个性勤勉敬业，具有大智大望，行动敏捷，头脑聪明，反应快，不仅可以得到来自贵人的鼎力相助，而且还能收获祖先的庇佑，平安顺遂。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财富也被不断的累积，注定一生宝贵殷实。三条线，命中注定是财气是很旺盛的，他们气质气宇轩昂，为人大度有范儿，为人大方豁达，心中宽阔，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非常事业创业，往往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身边的贵人多得数也数不清，注定是如鱼得水，财源广进。只要是原则之内的事情，就绝对不会讨价还价，活得既风光又坦荡，财运会在他们30岁后一年比一年亨通，财库比任何人都要丰容，开创独有财产，发大财。四条线，天生富贵，命里藏财，有财神和菩萨庇佑，一生贵人运强劲，事来旺盛，在工作上能够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他们一生运势高涨，财源滚滚，在中年之后会迎来事业的高峰期，事业有成，财源力大，还会有横财天降，大富大贵，生活无忧，锦衣玉食。他们与人坦诚相待，非常真诚，只要你愿意和他们相处，他们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真心，非常重视友情。这样好人品的人，一辈子积蓄比别人多几倍，福禄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人生理想是必然的事儿。握拳方式看穷富。拇指放在最上方，这种人大多非常的有远见，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行事作风也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目标感非常的强，从来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忘记自己的理想，凡事都喜欢规划有条有理，有胆有识，敢闯敢干，行事稳健又不缺冒险精神，时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处事冷静而理性，做事踏实努力，不喜欢投机取巧，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会非常的不错，命中注定是个富贵之人。握拳时拇指藏在拳心里，握拳时有这种特征的人一般祖运不佳，出生比较的平凡，在事业方面缺少好的资源和人脉，家中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不过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努力，也很有才华，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奋斗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生活。虽然前半生过得比较辛苦，但是通过奋斗，后半生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富裕。握拳时拇指放在侧面，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做事非常的努力，虽然开始时运气不太好，生活会比较拮据一点，会短暂的穷一段时间，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事业也会慢慢的开始好转，赚钱也会越来越轻松。不过这种人虽然挣的比较多，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经常都会觉得钱比较紧张，不太够花，但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会变得富起来，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底。
4. 握拳时拇指向上翘。握拳时这种特征的人大多命格都比较的中庸，一生既不会太富也不会太穷，属于我们之中的大多平凡人的类型。这种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的乐观豁达，也没有什么野心，喜欢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都非常的在乎和用心，也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也很会照顾和体贴关心人，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受到身边人的好评。不过如果想有好的发展的话，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情。那么除了握拳以外，关于手相还有哪些知识呢？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说说最具有富贵运的8种手相特征。1. 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的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2.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一个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则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3. 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和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取得非凡的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健康，内主阴主富。手掌厚而富有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是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
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10种罕见的成功者手相文，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因为掌中有明月，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有没有成功运。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这10种罕见纹路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古代人认为有手相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命。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带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1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二，十指暄罗，荣贵旁逸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准不准？
在传统文化中，食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宗在食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食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食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食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食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活斗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食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食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食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食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食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食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食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食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锡桂纹，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俗话说，好女人都是宠出来的，你疼她爱她关心她，她就温柔如水；你怪她怨她冷落她，她就坚硬如冰。有的男人天生脾气暴躁，婚后对待妻子粗暴不耐烦，时间久了女人也受不了，
夫妻感情肯定会受到影响。其实，在面相中，一个男人的脾气好不好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下面大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脾气暴躁的男人面相特征有哪些。眉带竖纹，印堂狭窄。眉带竖纹就两眉毛间有一道竖纹直直插在山根上。如果男人有这样的面相，必定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有暴力倾向。不过这样的人，他们的事业运是很不错的，就是性格太过强势，比较狂妄自大。如果妻子对他不服，他就会动手打人。而且这样的面相在面相学还是克妻伤子之相。如果男人的印堂狭窄，那么心胸不大，是个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之心的一个人。印堂窄的人心胸也窄，小肚鸡肠的一个人，有仇必报。和这样的男人生活，矛盾是必不可少的，严重的话必会动手。面色铁青，鼻梁无肉。男人如果脸色是铁青的，这就是典型的情绪失调过度的面相，就是太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无论是做什么都不跟着脾气，总是跟自己的脾气一个反方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面相。这样的面相虽然一直压抑着，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爆发，则不可收拾。要是得罪了这样的男人，那么你这一生都不得安宁。鼻梁没有肉的男人就像刀背那样尖，这样的男人非常能说会道，总是喜欢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女性，但是他们心肠也比较狠，容易变心，没有恒心。虽然总是哄骗女人，但有点对这个女的没有好感，他们就会狠心的抛弃。满脸横肉，眼睛外凸。如果一个男人满脸横肉的，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一个人。这样的男人虽然性格豪迈，但是也粗犷，有魄力，很有阳刚之气。不过虽然如此，但是脾气非常的不好。如果你触及到他的利益，他就会跟你翻脸，完全没有情面可讲。无论你是他的谁，他都会教训你一顿，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人。在婚姻中，这样的人也是属于家暴分子行列，遇到这样的人最好远之。眼睛外凸的男人心性是顽强的，为人比较诡诈，不爱讲道理，为人的非常强势。如果是刚开始与这样的人谈恋爱，他会表现的让你有安全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暴露。他们喜欢控制对方，如果对方不听，就会加以拳脚。这样的人最好是见了就躲。浓眉角凸，三白眼。浓眉角凸就是眉毛比较浓粗，但是眼角的位置没有眉毛。这样的人生性就是比较偏激，性格暴躁的一个人，多半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被人提出的意见，他们完全不会理会。如果一旦语言过激，他们就会暴躁冲动，在生活中难免会对妻子动手。三白眼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冷漠之人。男人三白眼的话，就是喜欢驾驭别人，如果对方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使用暴力，达到听话为止。这样的男人很恐怖。如果女人找对象，千万不要找三白眼的男人，当然四白眼也是不可以的。四白眼的男人非常小心眼，得罪了他们，你就会得到他们的报复。不管你是谁，就算是妻子，都会毫无情面地对你动手。额头低扁，丰目熟稳。额头低扁的男人如果有凹陷，那么这样的人是个喜欢贪图名利之人，恨心很重。如果再加上这个人的脸型也是宽的，那么他们还是个不孝之人。心胸狭窄，爱记仇。如果有人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用暴力去解决。丰目熟稳的人艰险刻薄，为人相当的冷酷。俗话说杀人不眨眼，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们比较自私自利，对女孩子喜欢花言巧语的，但是对人从来都没有真情实意。他们脾气是狠毒的，如果遇到这样的男人，一定要远之，否则受伤的就是你。头发取硬。在面相学上，从头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运势。
毛发在于保护头脑。在面相学上，从头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运势。头发漆黑、粗硬且浓密的人，主征服、果敢，性格残忍，是属于暴躁之相。头发卷曲而硬者，性格较倔强粗鲁，天生爱惹事。而语调急促、声音沙哑者，均代表忍耐力不足，容易动粗。额头狭窄扁平，额头主一个人的整体运势。额头狭窄的男人，一般心胸不会太宽广，难有容人之量，运势不是很顺畅。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就会迁怒于他人。额头越窄的人，性格就会越显幼稚。如果发起脾气来，他们不仅不分场合，不看情况，还会不讲道理，有感情容易冲动的倾向。在性格方面相对任性，他们时常会做出一些一厢情愿的行动。眉乱逆生，眉骨突，眉为心性，眉骨突者本身性格冲动，容易闹事儿，而眉心散乱的人较为情绪化，难以理性处事。眉棱骨特别高，眉毛倒着生的人脾气暴躁，有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这类型的火爆浪子个性强烈，他会引发的不单纯是言语的冲突，而且他的火气一上来，拳头就不听话。悬针纹在命宫中间处有一条深深的直纹插了进来，这种面相的男人很现实，对金钱看重，做事很执着，不能听见别人一句批评。在家庭里他是绝对的大男人，不愿意听女人说话，脾气狂躁，有时会为了一些小事便大打出手。红丝贯瞳，眼睛的白眼球部分如果有红脉出现，在面相中称为红丝贯瞳。有此特征的男人属于脾气大、易动怒、不理智的类型，容易因一句话、一点小摩擦便性格大躁，十分不善于控制自身情绪。颧骨横露，颧骨高耸突出，但无肉包裹，这样的男人性格偏激火爆。若腮骨也横突，为人则甚凶恶，报复心强，容易动手打人来解决事情。孤峰独耸，鼻梁高挺，尖削无肉的男人过分看重自己，再加鼻梁中间有凸起的话，其人永远把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且个性倔强，在遇到困难或阻力时，容易表现出暴躁的一面。面色蜡黄，额头有青筋暴起。如果一个男人的脸色蜡黄，而且额头、太阳穴等地方青筋暴起明显，这种面相的人往往脾气暴躁，做事偏激，行为霸道，占有欲强。这类人一般比较自私，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一旦遇到令他们恼火的事，他们就会尽情发泄怒火，也不会考虑事情的后果。如果你身边有这种面相的男人，建议一定要远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